在北京有这种巨大的超大体量的板楼，最长的一栋楼150米左右，最高的一个，然后它有18层，巨大的墙出现在三环边上。我07年的时候呢，第一次来北京实习，中介公司就把我带到了北三环的安贞桥。那是我第一次进一个板楼，非常的长，非常的大，非常的平，反而没有人真正的去注视它。真正开始拍的第一个房子是从2019年拍了大概30多个楼，这种平均化的立面，饱和度不那么高的一些颜色，就它长了一张毫无波澜的一个大脸，导致到它对北京的街道整体的风貌带有这种浓厚的计划经济时代那样的一种氛围。4×5英寸的一个大画幅的相机，彩色负片，站在这个楼的最中间的正前方去进行这个拍摄。身边路过的一些小朋友啊、大爷大妈啊之类的，经常会问我这楼有啥好拍的。大板楼哈，指这种面宽比进深大的这样的一个住宅。在20世纪的早期，欧洲一批现代主义早期的建筑师提出过一种乌托邦的城市的图景。随着苏联的大量的应用呢，我们国家在50年代初出现了第一批板楼，每一家每户比较小，平均主义。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由一些机关单位给职工分房子的，在一个狭窄地块上进行密度很高的建设板楼是非常解决问题的。户一户独立的住宅单元的水平向的重复。曙光里13号，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在80年代的一个大板楼，长度大概在80米左右，楼的高度大概12层，190户到200户的这样的一个数量。通过一个很长的公共走道去进行一个串联。那么这栋楼呢是在太阳宫南街，但其实这些廊子它都不是为了刻意的去凹这个造型，从当时的消防规范、通风、日照、采光，它会产生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需求。到了现在呢，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出租的，很多的年轻人他会选择这样的房子，租金相对便宜，但是它的地段往往还挺好。一个板楼你看上去非常的重复，每一个小格子的背后，一家堆放了一些杂物，有的走廊里面站着一个人，每天都在有不同的喜怒哀乐在上演。它庇护着这么多的北京市民的日常的生活，它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底色。建筑跟人是一样的，它是有寿命。这些建筑已经存在了40年、50年，甚至更长时间了，也会逐渐的从这个城市里边一点点的消失掉。我是很希望用一种非常严肃的一个方式，给这些无名的建筑去留下一个肖像。